纨绔的前主，落寞的爹，还有穿越的我，真是太经典了。二少爷，出大事了！苏家小姐带了10几个带刀侍卫，要与您退婚。别慌，我去看看。沈侯爷，请解除我与沈长渊的婚约，我苏家愿给予补偿。当年我父亲救你苏家于水火，如今我沈家侍卫便要过河拆桥吗？恩情是恩情，婚姻是婚姻。沈二少文不成武不就，侯爷还是别为难清月了。长渊，你来做什么？滚回后院去！想退婚，可以。退婚补偿给的还真不少，我正好缺一笔启动资金。收好，仅此一份，概不补办。他竟然没有继续纠缠。长渊，你把我沈家的脸都丢尽了。既然事情已了，还请沈二少好自为之。孽障！沈家的列祖列宗就在你面前，丢人都丢到祖宗那儿去了。你签了字，咱们沈家从此在京城就抬不起头了。父亲，咱们侯府现在连买米的钱都掏不出来，面子能当饭吃吗？你大哥沈长平3年前北境一战，率领3000轻骑深入敌后，力竭战死。而你呢，把家里的钱败得精光还不够，如今还要用未来媳妇的退婚钱继续挥霍，你对得起你大哥吗？我准备用苏家这1万两银子把咱们家的财政窟窿堵上。我不是去赌房，我是去还债。说得好听，若是你拿这钱又去了赌房，那你就不必再踏进这个家门了。大哥，初次见面，敬你。你是死在战场上的英雄，而我只是个散人。但既然我占了这具身体，便会想办法弄钱，不至于让你沈家断了香火。走了，有空再来看你。沈二，出来接客了。都传你昨晚被那母老虎威胁，哥几个连夜凑了份子钱，寻思今天来直接吃席呢。哎呀，看你这脸色，退了就退了。今天哥哥做东，去春风楼包个场给你压惊。你真看开了，这口气你咽得下去？强买也不长久，不如割肉止损。我正好要打听一下苏家给的那2间铺子是什么背景。老沈，这苏家给的铺子有坑呢。西市那家聚贤居和锦绣坊地段没得说，但半年前这2家店被曹帮盯上了。曹帮背后有贵人罩着，具体哪位皇子，咱们不敢猜。曹帮领头的是谁？是一个叫王虎的堂主，手底下养着7、80号打手。那王虎难缠的紧，我看都不如直接把地契当了实在。当铺的老板我熟，我可以给你牵线。多谢2位带来的消息，我这身体还需要静养，春风楼就不去了，2位慢走。行，你自个儿琢磨，哪天走投无路了，来德月楼找我们借酒消愁。少爷，聚贤居被人砸了，具体怎么回事？曹帮说侯想做生意，得先交1000两的安家费，不然明天去砸另一家。少爷怎么办呢？侯爷还在气头上，要是知道铺子被砸了，这……评书，去账房支50两银子。二少爷，您真要给他们钱？这口子一开，50两买不来平安，买棺材够了。去南城找几个泥瓦匠，带上家伙，我们去西市。要喝茶去别处，今儿聚贤亭休业。麻烦盘算一下聚贤厅的损失。愣着干啥？亮！王虎堂口办事，哪来的不长眼的狗东西？我姓沈，这家店的新东家。原来是永平府的2少爷，来的正好，1000两安家费，少一个子儿都不行。评书记上，安保服务费预绣1000两。员工的医药费、惊吓补偿算50两。东家，这些东西全修缮完得有个230两，算上人工，给您凑个整250两。记上。总计1300两，你们带钱了吗？病秧子，你敢要我们赔钱？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找死！当街袭杀勋贵子弟，这是谋逆。动手试试，我倒要看看你的9族够不够砍。回去告诉王虎，若这1300两逾期不还，
我会折价卖给兵马司。兵爷可没我这么好说话。评书放人，用砖把门封死。东家，那以后怎么进出？让你气别气。二少爷，拿砖把门气死，这店还开不开了？这叫资产冻结。王虎要靠聚银亭在西市放高利贷，门一堵，急的是他。少爷，可那王虎可不是善茬呀。立项需要启动资金，今天这出要的是王虎的愤怒，只要他越线，我们就可以引入第三方清盘。兵马司由苏家管着。我刚才让你派人去给苏府送信的事，你没忘吧？没忘。二少爷，您这脑子是怎么长的呀？项目管理的核心不是解决问题，是预判问题。把所有人放在该在的位置上，等他自己爆发就行了。项目结束，现在是收尾款的时候了。围堵勋贵府邸，视为谋反，数拿下！钱数拿下！沈长渊，算你狠！王堂主好高的道德觉悟，中午刚欠的钱下午就还了。苏小姐，抄宅也有先来后到，我这儿可是合法债务，可别漏掉了。沈长渊，你拿我当免费的打手？谈不上，各取所需罢了。我图什么？图个名声。昨天刚退婚，全京城都传苏家仗势欺人。今天永平侯府要是被曹帮灭了门，这口黑锅苏家背不起。我以前小看你了，这一出连环计唱得不错。过奖，还要多谢苏小姐配合。把人全部带走。诺。西市曹帮的几个窝点，顺道端了。你好自为之，侯府的烂摊子，光靠耍小聪明是不行的。王虎，老夫跟你拼了！人呢？人刚走，苏清月带兵马司来抓的。苏家为什么帮我们？这叫售后服务。总之事情已经解决了。评书，二少爷，既然王虎被抓了，冻结状态解除，找人把铺子收拾干净，但茶楼的买卖先停一下。停了？卖茶回报率太低，聚贤居我有其他打算。老奴这就去准备，明儿一早去西市。5000两，想在古代搞高端会色，打底就是这个数。平管家，二少爷，去找一下赵公子和钱公子，请他们来此一叙。怎么着？那2间铺子保住了，准备卖了换钱去春风楼包花魁？卖铺子是杀鸡去客，我打算自己做。这是鬼画符还是中药方子？这是商业计划书。啥书？你们平时去春风楼喝酒听曲，最大的烦恼是什么？项目都玩遍了，没新东西了呗。还有那些土鳖暴发户吵闹的紧，都没法听戏了。这就是痛点啊！没新鲜感，毫无隐私，廉价感强。老沈这话可说到点子上了。所以我建一个会所，只为权贵服务，名字就叫云巅。云巅之上，非请莫入。没错，我们实行会员制，没资格不管你多有钱都进不来。每个包间配备单独的清评人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主打陪伴，不卖身。不卖身，没人来吧？看得见吃不上就是吊着，这叫格调。酒水茶饮全部用最高档的，而且包厢隔音要做好，客人在里头谈什么买卖，外面一个字都听不见。啊，这买卖不错，那得投多少钱？前期启动资金5000两。老沈，你抢钱啊？这买的是股份，我出场地、出点子、出管理，占60%，你们俩出资各占2成。以后云巅每年的净利润按这个比例分红。我不干，你1分钱不出，要占6成，当我冤大头呢？这铺子在西市最繁华的十字街口，市价少说也值3000两，加上我这套管理章程，6成已经是给兄弟打折了。你们要是不投，我明天就去找李国公家的小公爷，他前几天还到处找我，问有没有新鲜的乐子。别，2500两我凑凑，但我有个条件，云天开业必须给我留个最顶级的包间，不管我什么时候去都得空着。这叫黑卡特权，写进合同。那我也要，还有那些伺候的清国人，我得先挑。好说，签字画押吧。资本运作的初级阶段，算是走通了。二少爷，评书，西市那边，咱接下来该怎么拾掇？把聚贤楼的牌子摘了，挂牌云巅会所。项目启动的空窗期，也许该去其他地方找找机会。去库房，把我那套官服翻出来。二少爷，您要去当差？备车，我要去趟兵部。
新到的批文放门口，下午再核。你哪位？沈长渊，武库司都使。沈二少爷，你跑衙门来做什么？当然是来点卯上班的。可您这3年无故不到，按规矩本该罢免哦。官员应急休养，只是俸禄减半。周大人这话怕是说的不妥吧？郎中大人，这位是永平侯府的沈都使，今天第1天来当差。下官沈长渊初来当道，人事生疏，还没请教上官明慧。本官武库司郎中赵启明，你既领了官服，就得守兵部的规矩。若吃不了这苦，趁早递辞诏，把位子腾出来。赵大人教训的是，下官这就开始办公。不知司里可有什么差事？边关上个月送来一批战损军械的报废账目，你今天核对清楚，核不完不许下职。竟然是这笔烂账，让你小子知道官场可不是这么好混的。周大人，借2个算盘。去拿2个算盘过来。赵大人，核验完毕。这是何物？类目总表，横向是月份，纵向是军械品类，每一类进出多少，一目了然。这玄武镇在武库拨了800杆长枪，竟然爆损1200杆，可不止这些。赵大人，您看这大同镇入库牛角弓2000张，当年无大战，可年底爆损却达500张，当柴烧了也烧不了这么快。这小子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把这些猫腻都翻出来了。这些蛀虫当真混账！我明日便。大人，我就是一个干活的，汇报或是压下，全凭大人做主。下官只想结一下这2年的俸禄。倒是个懂进退的。沈都使2年年俸总计122两3钱。今日下官劳神过度，旧疾发作，需回家长期调养，便不在司里添乱了。准了。二少爷，回府。去西室。2楼包间，双层厚木甲板，中间填实草木灰，要确保隔音。得嘞，东家。评书，去洋行雇些清秀女子，我要提前做好上岗培训。明白了，二少爷。逆子，这天又去哪儿鬼混了？去赚钱了，没鬼混。这些是王虎的赔款和朝廷的俸禄，刚好将家中债务还上。云巅的人员培训是重中之重，一定不能马虎。启明，这账目是那个沈长娟弄出来的？正是，他用了1上午时间画了这2张表，分为入库和报损，账目一目了然。奇才！上大人，这账目里头牵扯甚大。不用你操心，敢在老夫这儿吃空饷，明日我参他一本。这老沈家出个将星也就算了，现在那2小子怎么也一夜之间开了窍？他明日来点卯吗？说是旧疾复发，要长期在家调养。好刁滑的小子，账算得清清楚楚，风险却都抛给咱们。招来的清管人安置好了？安置在后院厢房了。不过少爷，您定的标准是不是太生分了？要的就是生分，赶着上去奉承那叫下九流，端着架子对他们爱搭不理，那才叫高岭之花。少爷，兵部尚书府上的管家来了。沈都使，我家老爷说您身子虚弱，这文案工作就不劳您去衙门了。这3箱是些滋补药材和今年太牧寺送来的马政账目，老爷说10日内理完，他亲自来收。果然，领导队的牛马的压榨是躲不掉的，更何况是我这种优质牛马。二少爷这么多账目，10日能理完吗？要不咱们退回去？退回去就是抗命，搬进书房吧。来，搭把手，把箱子给二少爷搬进书房去。这太仆寺的马政账目可是天书一样的乱账，你接这干什么？硬塞过来的。日落前还要去西市盯一眼施工进度，这账目不如辛苦一下父亲吧。父亲，作甚？儿子体虚，这些账目繁杂，还需父亲来搭把手。老夫堂堂永平侯，给你理账本。10日后尚书大人亲自来收。您要是想看儿子掉脑袋，那也行。你这，哎呀！老沈，这屏风全用黑酸纸，是不是太暗了？
人只有在幽暗封闭的环境里才会放松警惕，一放松就愿意花钱。李国公家那个小工业，今儿打听咱们这云巅到底什么时候开张？告诉他没有牌子，天王老子也不接待。饥饿营销对吧？对，牌子你打算卖多少银子一块？不卖，不卖，免费送。你们俩负责选客户，记住，只找权贵。云巅稳步进行，该回去和老头子通宵对付那几箱烂账了。景和8年9月，太仆寺调拨战马3000匹，配给北县左路先锋营。左路先锋营正是大哥战死时所率领的军队。账目有问题，那年饲料大涨，可账面上写的依旧是往年的价格。看来这帮人买的是发霉的劣料，差价全揣进了腰刀。3000匹吃坏肚子的病马被送到了大哥的营里。轻骑兵最吃马力，若是战马中途力竭跑不起来，甚至成皮暴毙，那平儿就是任人宰割的活轿子。这帮畜生，他们贪的是银子，要的却是我儿的命啊！结算收工。少爷，要不您先睡一觉，明日再送去。拖延是职场绝症，越早交代，话语权越大。永平侯府沈长洲有公务求见尚书大人。老爷一早去上朝了，未曾交代有客来访，府里规矩严，闲杂人等一律不见。沈二少爷还是请回吧。行，我等着。账算完了，你既算完了账，为何不去兵部衙门找老夫？在老夫门外哭坐大半天，传出去言官御史又要说老夫苛待勋贵子弟。尚书大人说笑了，有些事衙门里人多眼杂，顾府门外虽然风大，但比兵部的公房清静。有什么话进来说吧。说吧，查出什么了？这几年群牧司账面亏空共计210万两。而一名重甲骑兵加全套巨装顶天400两，这笔钱足够再组织5000重装铁骑，把边境线往前推50里。这还只是皮毛，大钱的军需供应链有人为做账的痕迹。这几处物资消耗的最高点，全和大钱军队的败仗事件重合。这帮人在故意打败仗，发战争财。兵败后拿钱重组编制，补充人马，天经地义，何来发财的说法？不信，那您看看，景和8年9月。北县左路先锋营，主将是我亲大哥。出征前，给先锋营调拨了3000匹战马，骑兵靠的是机动，而我大哥却带着跑不动的病马出战，最后战死沙场。所以仗打输了才是这门生意的核心利润。兵败需要重建，大笔的军费从国库批下来，他们拿这笔钱继续买烈马、发霉粮，赚取巨额差价。这是第一重利润。第二重利润，边关吃空饷是常态。兵部派人去查怎么平账，所以干脆一场大败，死无对证。还有第3重，朝廷的抚恤金，空饷名单上的人根本不存在，那这笔钱最后又进了谁的口袋？你只用4天时间就给冷缺老夫挖出这么大一个惊喜。说吧，你费了这般心力替老破局，想要什么报酬？资源置换，我接手了西市2乡间铺子，准备做点买卖赚钱养家。我需要一个法务，或者说靠山。这些是我交的定金，尚书大人拿去整顿军务，清理蛀虫，博你的千古留名。我借尚书大人的威风，在西市安安稳稳赚我的银子，各取所需。你就不怕老夫拿了账本不认账？你这般算计，老夫随便找个由头就能让你在京城待不下去。大人是聪明人，这烂摊子拔出萝卜带出鱼，没我这套算法，兵部那群书办累死也理不清后续的枝蔓。项目才刚开始，后面还长着呢。顾大人，合作愉快。我先回家补觉了。来人，备轿，拿老夫的牌子，老夫要进宫面圣。平管家，二少爷，你可算醒了，你都睡了2天2夜了，老奴还以为你睡。我睡了多久？
回少爷3天，赵公子和钱公子前人来过，说是西市那边的工地上有点事。我睡着的时候，朝廷有什么动作？不瞒少爷，出大事了。天塌了！少爷，您不知道，自打前儿个您从顾府回来，当天夜里，顾尚书就跟皇上聊了一宿，然后京城就戒严了，抓了10几当官的，家产被抄得干干净净。现在好多武将老爷家都大门紧闭，连只狗都不敢放出来。你睡醒了？饿醒的。那些账本你全都交给顾松龄了？交了。他信了？皇帝信了就行，大哥不会白死。这把火已经烧起来了，他们会报复的。那些被你断了财路的人，不会放过我们沈家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才把账本交给顾松林。他想继续查下去，就得保住我这个能帮他算账的工具。这是交易。长平的死，就只是一桩交易吗？父亲，报仇有很多种方式，提着刀冲进兵部大庭，砍死几个贪官，那叫匹夫之勇。真正的报仇是诛心。我要他们那套吃人血馒头的体系一点一点的给他拆了。可是我们侯府连个像样的护院都顾不起，所以我才要赚钱。云巅会所就是我们的第一桶金，有了钱才能把我们的声音递到更高的地方去。父亲，大哥这仇你想不想报？想。好，你以前也在军中待过，管人管物，比评书有经验。云巅会所的事您来操办。我能行吗？祖宗的牌位都在这儿呢，您要是觉得自己不行，就跟他们说说。好，这事儿我来办。侯爷、二少爷，顾尚书府上派人来了。沈都事，我家老爷听说侯府人手不足，特意派了2个好手过来帮着看家护院，您可千万别推辞，这是老爷的一片心意。替我谢过顾大人，正好府里缺人手，就让他们留下吧。二少爷，顾府的管家走了，那2个护院您看怎么安排？你代号贾九，负责外围巡逻；你代号贾10，白天跟我贴身保护，可听明白了？明白了。那2个是顾尚书派来的人，名为保护，实为监视，都是好手，不用白不用。父亲，您找我有事？你这上头写的饥饿营销是要把客人饿着吗？饥饿营销是让他们觉得咱们的东西难得，越是得不到越想要，就是要让他们觉得来咱们这儿花钱是给了他们天大的面子。父亲英明。那这情绪价值又是什么东西？京城权贵缺的是高人一等的感觉，咱们的姑娘不陪酒不陪笑，主打陪伴，冷若冰霜，这就是价值。我懂了，就跟赛外的烈马一样，越是烈的马，驯服了才越有面子。对，就是这个道理。采买单子我都列好了。对了，赵子轩和钱明远昨天来过，说西市铺子木工盒都弄完了，等你拿主意。是该去看看了。我跟你一起去，那铺子我也投了心血，不能让你乱来。你可算醒了，云巅可就等你了。还别说这建筑气派，整个京城独一份呢。还行，整得不错。什么叫还行？这叫顶配。为了你这破会所，我把这辈子的私房钱都掏干净了。你再看看里头，保证吓你一跳。这就完了？1楼不待客就摆几块破石头，这叫留白，叫意境。咱们云巅卖的就是这份与众不同。隔音怎么样？放心，我昨天在2楼包间里头摔了个杯子，外面一点声都听不见。所有的茶具酒器全都按你的要求，底款都印着云巅2字，硬件设施基本达标。老沈，万事俱备，咱们什么时候开张？不急，还不急啊！光是养着那些姑娘和护院，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，早开1天，早赚1天钱啊！云巅卖的不仅仅是服务，更重要的是安全。给附近街区的泼皮卢烂们传一句话：但凡打听到有关云巅的负面消息，我愿出钱买下。二少爷，这去吧。那些人可靠不住。父亲，我没指望他们能靠得住，他们收了我的钱，就会下意识把我们当成自己人，这就叫利益捆绑。行吧，你看着办。马上就开业了，也不知道你搞的员工培训有没有用。父亲，您放心，等开业那天，您就等着看好戏吧。二少爷，说。属下今日发现有宫里的人在府邸附近晃着，继续监视，不要打草惊蛇。是。二少爷，这宫里的人都来了。那份账本捅出的窟窿太大了，皇帝派人来盯梢，再正常不过。二少爷，外头来了顶兰拿官教，教服穿的兵部服色，请进来。沈都是好兴致，偷得浮生半日闲。这天气渐冷，赵大人还请喝杯热茶。
尚书大人给你的任职，自己看看。赵大人，这差事加量不加价，违背市场规律。你这差事官不大，权力可不小。俸禄怎么算？朝廷定例，正七品，年俸90两。尚书大人吩咐，今后兵部正堂点卯，无故不得告假，迟到罚当月全俸。真生病了怎么算？尚书大人说，若你称病不来，他便亲自去太医院请药，就在你床前盯着你喝。唉，看来我是跑不掉了。我身子骨不好，兵部管配车马不？午休几个时辰？衙门里管不管饭？少废话！边关的账烂到了根子里，你画的那些表格，尚书大人奉若基业，你还想往哪儿跑？唉，上宫，去哪儿上宫？实传，兵部统管钱粮的实权。父亲，别高兴得太早，这是个得罪人的活。怕甚？有兵部尚书在前头顶着，咱家也是有靠山的门第了。二少爷又有客。侯爷，苏家来人了。什么？慌什么？两家婚书已毁，钱款两清，今日绝不是来找茬的。末将镇北军游击参将韩萧。韩将军多礼，两家婚约已解，今日登门，不知有何贵干？大将军听闻沈都师助顾尚书收拾了这帮蛀虫，这几箱宝礼是大将军替前线数万将士备下的一点谢意。乌金蚕丝甲，刀枪不入，水火不侵，整个大前朝统共不出3件。替我谢过苏大将军。惹验账目是兵部的公事，我拿朝廷俸禄分内职责。大将军的谢意实在，我就不推辞了。沈都师爽快，大将军的话末将带到了，这便不打扰侯府清静。 5日后，西市云巅会所开张，韩将军若是得空，带几个军中的兄弟来喝杯茶，凭此帖，酒水免单。定去讨杯茶喝。告辞。这苏家到底打的什么算盘？苏清月退婚是评估了侯府的价值，认为我是不良资产，及时止损，这很正常。那苏定方送礼算什么？算重新评估后的2次投资。这里既是谢我查账，也是在结交我这个兵部的新贵。苏定方送软甲，是在告诉我，最近出门小心点。 想在暗巷里套我麻袋的人，现在可多得很。评书，从账房拿300两现银去一趟黑市，买3把顺手的硬弩，外加200支透甲剑。苏家这里收得烫手，送上门的预付款，不拿白不拿。他们苏家花钱买个心安，我拿钱充实云巅的安保，账算得很平。二少爷，外头不对劲。说，府邸外有12个带刀侍卫，中间停了一辆车。 车辕上挂着4爪龙纹的铜牌，皇子。车上下来个太监，拿着名帖过来，说是端王千岁。长渊，这可如何是好？端王那是半个储君，他要是来兴师问罪，父亲，天塌不下来。真要兴师问罪，来的就不是轿子，而是囚车了。把人请到正厅，换上好茶，立上炉子，别让贵客受凉。永平侯沈都师，端王殿下移驾侯府，还不速去迎驾？ 劳公公通传，下官这就去。下官工部直验都师沈长渊参见端王殿下。起来吧。春寒廖总，跪久了伤膝盖。你就是那个帮顾尚书理清了烂账的沈长渊？回殿下，下官只是把数字摘出来，重新排了个版。查账断案是尚书大人的手笔。顾尚书说你长了个7窍玲珑的铜臼脑子，本王当时还不信。 如今看来，他老人家眼光没错。父亲去耳房歇着，这我来伺候。你的那些表格，户部的老账房看了大半天，最后全跪在地上磕头，说自己这辈子算盘白打了。户部的大人们算的是活账，活账得顾及人情世故；下官算的是死账，死账只认数字不认人。你倒是看得明白，这几天你捅出这么大个篓子，本王这个管钱的该记恨你才对。殿下管的是天下钱粮。 不是某个主师的私库，太不富每年白白烧掉几百万两买病马，这钱省下来，殿下高兴还来不及。你这满肚子的算计，何该来本王的户部，专门替本王收拾那些烂账？殿下抬爱，下官这身子骨，在兵部核对几张单子，还得熬得吐血。户部那海量的账册，真要看过去，怕是见不到明年的春景。这何晏专知职小，权力大，以后兵部出去的每一笔钱，都在你手里卡着。下官明白。定州那边抄家。 查出了一批私藏的金帖，顾尚书说这批金帖得留给你何晏。我户部的折现单子你看一眼，咱划个价。这批金帖户部与兵部如何发落，下官无权过问。你跟你大哥常平一点也不像，滑溜的紧。下官怕死，
大哥做的事我做不来。怕死好，怕死的人活得长。本王听说你在这西市盘了个铺子，让那俩纨绔小子到处发什么黑卡。小本买卖，挣点胭脂水粉钱。殿下若是不嫌弃市井嘈杂，5日后小店开张，正缺块镇场子的招牌，你倒是会顺杆爬。本王去喝茶，要不要也在你这儿讨块那什么黑金卡？殿下说笑，您这双云纹靴只要踩进西市的地界，那就是最高的通行证。行，有空本王去凑个热闹，看看到底是个什么萧金雀。二少爷，赵齐殿下这是来看看我这个算账的好不好用。目前为止很顺利，对我的业务能力很认可。留给赵子轩的那个包房重新布置。那赵公子那边让他去次一等的，他那点股份可抵不过这么牛的代言。皇子包房里面的软包全拆了，换成乌木板，地毯加厚2层，不设窗户，只留高处的通风口。皇子出行安保是第一位的。老奴明白。大小姐，老爷从北疆加急送来的家书。大小姐，老爷还交代沈都市不可得罪，小姐退婚之举欠考虑了。备马。大小姐要去哪儿？去西市，去看看这位少爷到底在捣鼓什么妖华子。这位客官，礼炮还在装修，不接客。住手！苏大人是兵马军指挥使，你们拦他做什么？苏大小姐好大的火气！沈长渊，你这铺子的门槛还挺高，一个破铺子弄得神神鬼鬼。沈长渊，你真打算靠卖茶水重振侯府门檐？纠正一下，这里不卖茶水，卖情绪价值。既然苏大小姐来了，正好，我有个项目想跟你谈谈。项目？合作。我父亲给你送了礼，你不感恩戴德，还想跟我谈合作？大将军的礼买的是兵部账目上的干干净净，这是公务，这是我云丘会所的黑卡，送你了，算作私交。我不屑去这种风月场所消遣。未来1个月内，大前朝半数以上的实权权贵都会坐在这栋楼的包厢里。人在放松的时候最容易漏嘴。镇北军在北线打仗，最缺的是后方朝堂上的风向。你确定不要？你想要什么？云巅树大招风，我这人怕死。若是有不开眼的权贵来砸场子，兵马生的人出警太慢，我需要一个武力威慑。让我给你当看门狗？这叫战略威慑，有区别？区别很大。看门狗需要天天站在大雨里摇尾巴，战略威慑只需要你把名字挂在这里，然后该干嘛干嘛。沈长渊，你真把全天下人都当傻子算计？我刚带兵平了西市的几个场子，你转头就让我给你看家护院，真当苏家是你的私军？公私分明，查抄赃款充了国库，这是公；你来这儿挂个名，这是私。这次查贪污，前线的日子能好过几天，但这事没完。说下去。空出来的肥爵谁来填？填上去的人会不会继续吃空粮？户部的粮草能不能如数拨发？这些事儿，大将军在北疆看不见，你天天泡在北山大营练兵也听不着。我听不着，你能听着？能。端王今天刚走，过几天李国公的儿子、户部侍郎郎的公子、武安伯的父子都会坐在这里。他们在朝堂上不敢说的话，喝了酒全会往外倒，这叫情报集散中心。凭你？凭我，因为我烂名在外，是个走了狗屎运的废物。人在废物面前从不设防。退婚那天，你是不是连今天这步都算进去？没有，我只是把不良资产剥离。不良资产？你可以理解为一块烂肉，割了烂肉才能长新肉。慢点喝，这鸡尾酒烈得很。配方谁教你的？自己瞎琢磨的。这东西卖50两银子一杯，限量供应。你不仅黑还贪。人不贪财，天诛地灭。你就不怕我转头把这地方端了？你不会，大将军在北疆镇守，你需要我这个渠道。名笔我收了，兵马服的人会按规矩办。平时这西市街面上没人敢动这个场子。多谢苏大小姐，慢走，不送。你藏得很深，以前满京城都在看你的笑话，现在看来，你才是看笑话的那个人。过奖，我只看账本，不看笑话。评书，明天一早派人去黑卡会员的府上递话，5日后戌时，云巅准时挂牌，不剪彩，不放炮，大门只开半扇。哪有做生意这么干的？这多晦气！这叫私密感。告诉他们，开业头3天，每晚只接待8桌客，先到先得。少爷，
咱们侯府现在账面上宽裕，您这身子骨就该在屋里多养2天。考勤打卡是职场底线，顾胜书把我当宝贝，转头咱们就不去点卯，这叫居功自傲，不给领导面子，以后的路就走窄了。沈都师来得早，签字画押。周主事，我这河堰专员公服定在何处？上面特意交代，须得找个清静之处，免得旁人打扰。沈都师，就是这儿了。少爷，他们这是存心作践人。远离领导视线，这可是绝佳的摸鱼圣地。少废话，去马车上搬东西。沈都师，赵郎中吩咐了，这些急用。若是天黑前盖不上河堰的红印，明日南陈大营的兵甲发不下去，沈都师可得担责。这位书办，贵姓？免贵，姓王。王书办，你这报来的是什么东西？账单啊，各路采买的明细和掌柜画的押全在里头。单据不合规，拿回去。既然尚书大人设了河堰专员，就得立个新规矩，以后的账不认字条，只认表格。这赵大人没说过要填这劳什子东西，400多份账，我抄到下个月也抄不完。那是你的工作效率问题，与本官无关。拿走，不表盖章，出了乱子就说是沈都市严格执行规矩，绝不放过1文钱的漏洞。刚来第1天就给我下马威，敢让我在柴房办公，今天就让你们知道得罪甲方的后果。简直是胡闹！一个7品都市，敢骑在武库司头上改制，他算什么东西？大人，那沈都师放了话，不照着这单子填，他不给盖河堰的红印，还说出了乱事算他的。哼，好大的口气！南城大营那边的军械调拨，按例明日就要发车，他不盖印，库房出不来货，他一个7品官扛得起？走，本官倒要看看尚书大人面前，他这套歪理邪说站不站得住脚。大人，沈长渊拒不核验日常账目，非要武库司按他那种自创的表格重新填报，不仅要层层画押，还要本官亲自签字担保，这不仅是刁难，更是耽误军医啊！武库司每日过手的账单多如牛麻，若是每笔都要这般繁琐，底下办差的人全得绑在桌案前抄字，他沈长渊反倒是落了个清闲，这是代政揽政啊！去北后院，把沈长渊给我叫来。下官见过尚书大人。你弄出来的？是。赵郎中告你的状，说你卡武库司的脖子。回大人，武库司呈上来的全是白条，数据混乱，责任不明。历来的规矩就是如此。之前的案子就是钻了这历来规矩的空子。这核验的一张表3级审批，经手人、入库管事、郎中批复3方画押，这叫责任到人。以后出了差池，抽出这张单子，名字就在上面挂着，跑都跑不掉。赵郎中，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听明白了就去办，找不着经手人的糊涂账，就自己去查。若是缓移了时辰，老夫拿你试问。下官领命。你这手段倒是够毒，这一张纸发下去，你以后在兵部怕是连个能说得上话的同僚都找不出了。下官是来当差的，不是来交朋友的。同僚见了我绕道走，正合我意，这叫降低社交成本。从今日起，兵部所有出入账目全按你这张表走。这恶人既然你愿意当，老夫就如了你的愿。谢尚书大人。行了，退下吧。那张表雕版的钱去库房报账。大人，雕版印刷50两银子，下官就自己垫付了。不过下官有个私人的请求。说，下官那个铺子过几日开张，大人若是得滚。沈都师，顾尚书派我来协助您。昨晚武库司连夜重填的单子有430份，我照你定的规矩全过了一遍。能主动加班，你的工作态度我认可了。那结果呢？打回392份。其中最离谱的是南城大营那批生铁，单价写的是西市铁铺市价的2倍，还没有管事签字验收。干得不错。有问题的那些，整理一份错漏汇总明细，等会儿武库司来人，直接扔给他们。沈都师，单子全按您的规矩填了，印也都盖全，劳烦您长眼赶紧落印。南陈大营那边急等着发车。单价虚高，画押不全，按照沈都市定下的规矩，全单作废。
拿回去重做。你算什么东西？赵大人亲自过目的单子，你说作废就作废？这批军械若是今日发不出去，这印是顾尚书给的，王书办若有异议，大可去找顾大人分说，看看是他老人家嫌我们查得严，还是嫌你们武库生账目不清。滚回去重做，别在这儿碍事。规矩都记熟了，回东家记熟了。再复述一遍。1. 不主动搭话；2. 不沾客身；3. 上酒直走右侧，步子要缓，不许出声。很好，不用怕外面那些权贵，进了这扇门就得守咱们的规矩。开门，只开左边那扇。大门敞开，迎客八方。这规矩不懂，给小爷把门拆了。云巅规矩，今夜只开半扇，客官若是不进，请让道。瞎了你的狗眼！敢拦小爷，给我砸！李小公爷好大的火气！这门是苏大将军府前2日刚送的门板木料，小公爷若是觉得这门碍眼，砸了便是。明儿一早，我拿着账单去找大将军报个修缮损耗。你拿苏家压我！李小公爷若是带了名帖，楼上有请。今日只备了8桌，先到先得。若是不想进，外边风大，早些回府歇息。李七爷，你不进别挡道，我这还等喝茶呢。小爷倒要看看你这破地方卖的是什么药！慢着，云巅规矩，随从兵舰一律留在门外，客人单身入内。你敢搅我的护卫？这是为了保障所有客人的安全。小公爷若是信不过咱们的安保，大可不进。沈老板，这头一桌的茶，本皇子喝的还是喝不得？皇子殿下说笑了，咱里边请。楼上东首天字1号房。开业第1天，竟然能请到皇子！你们在外头等着。还有6桌，名额有限，列位请出示名帖。这位爷，行个方便，让我加个塞，不占包厢，站着喝口水都成。云巅规矩，今日时辰已到，关门谢客，诸位明日请早。好手段，30多张名帖发出去，惹来30家争抢，门外的人越进不来，就越觉得你这云巅是个宝贝。殿下英明，这是饥饿营销，东西再好，敞开供应就不值钱了。殿下微服前来，这头一桌的酒免单。你说要拿这里做情报中心，可这屋子隔音极好，既然听不见，你怎么搜集情报？窃听是下作手段，风险太高。云巅从不探听客人的私事。那你赚什么情报？我们做平台，假包厢的客人手里有批私盐想出售，他不必告诉我是谁，也不必告诉我货在哪儿，他只需拿着硬纸卡写下求售盐引食道，底价2万两，装进信封，打上火漆，塞进这匣子的空槽里。木匣由聋哑男徒每日在各个包厢流转，乙包厢的客人看到外头的标签，觉得这买卖能做，他就在另一张卡片上写下自己能出的价格和联络暗号，同样塞进去。我作为云巅的老板，只负责保管钥匙，核对双方的定金。京城里的权贵手里捏着大把的资源，他们最缺的是一个绝对安全的交易场合。我给他们提供场地，提供平台，他们自然会把情报主动塞进我的盒子里。你就不怕这匣子里装着要杀你的买卖？若真有，我会自己结单，看看他出多少银子。在商言商，命也是个标物。你拿着暗盘的内幕给本王看，是想跟本王做笔买卖？不是买卖，是见面礼。南城大营采买的3000斤生铁，武库司报的单价与市价差价36000文，哪里出了问题？这张单子上画押的经手人叫徐茂，我核了名册，徐茂不是兵部的人，他是户部的监视。这单子我没盖印，扣下来了。顾尚书让我核验，可没让我查案。这笔烂账背后牵扯出谁与我无关，而殿下掌管户部，肯定会对此事更感兴趣。户部最近不太平，这个徐茂极有可能就是老二瑞王来套取军费的白手套。这沈长渊真是给我递了一把砍向老二的好刀呀！给本王送来这么一份大礼，你想要什么？殿下说笑了，若是户部对云巅能高抬贵手，这暗盘里的消息，我会定期挑几条有用的，抄炫端王府。净说胡话！你是个讲规矩的商贩，这铺子又合规合法，户部怎么会来找麻烦？评书报账，今夜现银入账2450两。长渊，这是不是黑了些？1两银子进的葡萄酿，兑点果水冰块，咱就卖了50两。这叫品牌溢价，
在权贵眼里，咱们云耶的东西就值这个价，要是卖的便宜，他们反而觉得丢脸。买卖奇花异草，哼，纨绔子弟的消遣，置换田产，这是家里缺钱了。记下来，明天若有求购田产的卡片，可以撮合一下。买卖官爵，谁投的？这可是掉脑袋的罪过。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，这是块试金石，有人想摸摸咱们的底。这单子怎么办？先晾着，第一天水太浅，等后面的大鱼咬钩。怎么不关门？算账一生困倦，冷风醒神。工作能力强，愿意加班，工作环境恶劣还会自我适应，优质牛马。这是武库斯今早送来的。正是，我全核过了。这单子里有个问题。哪里有问题？南城大营的生铁订单，昨日报的是5000斤，今日改成了3000斤。不管它，我们只看当次提交的单据合不合规。至于他们把剩下的2000斤铁藏在哪儿，那是皇城市的事。账对不上，这就是烂账。水至清则无鱼，抓大放小才能活得久。你的任务是保证进来的每一张表都挑不出毛病。至于表背后的猫腻，不是你该操心的。沈都师，赵大人还没用饭。徐茂被抓了，今天一早刚到户部衙门门口，就被皇城司的提妻套了麻袋。徐茂？哪个徐茂？他是南城大营协理粮草的户部机事。昨天武库司送来那400多份单子里，有一张是他签的字。哦，昨日单子不合规，全退回去了。今天新送来的里头没这号人。咱们明人不说暗话，那张单子是不是被你扣下了？赵大人慎言，何晏司进出账目都有登记，丢了单子该去问武库司的人，跑到我这柴屋里要人，找错门了吧？赵大人，皇城司拿人讲究铁证如山，徐茂被套了麻袋，说明上面早就盯上他了。你现在满衙门找那张单子，是怕皇城司不知道你们武库司有人跟他合谋吃差价。你把那单子烧了？你们今天送来的3000斤铁单子挑不出毛病，我盖了印。至于那2000斤铁的窟窿怎么补，那是你们武库司的业务，我不管闲事。叨扰沈都师了。户部的徐茂今晨在罗马市被拿下，罪名是借军械调拨贪墨钱财，端王卯时进宫面圣递的折子，人证物证俱全。端王殿下雷厉风行，国之大幸。哼，你当老夫不知道？昨夜端王去你那儿捧场，你这个小兔崽子当晚就给端王递刀子，差事办得当真是花团锦簇。端王殿下赏脸喝茶，总得送点礼品。碰巧我那柴房里多废纸，下官便拿去包了茶叶。你知不知道，这把刀子递出去，瑞王那边会作何反应？徐茂是瑞毛安插在户部的一根钉子，你借端王的手拔了钉子，瑞王第一个要对付的就是你。所以下官躲在兵部不出去，兵部有您坐镇，瑞王的手伸不进来。云连则有苏家的庇护，下官这两头都挂着金字招牌，很是安稳。哼，给你10天查账，老夫要知道他们到底吃了多少回扣。是。今晚进账比昨夜翻了半番呐。官职有人出价了，1万两白银和一座庄子，换了一个7品实权。常远，咱们怎么办？按流程办，明天派贾九去街头的钱庄盯着，看看是谁去交了这1万两银子。杀头的买卖，咱们真要掺和进去？不掺和，咱们这平台就没人信了。沈都师，武库司所有进出账册全在此处。你要的书官是从其他门衙门调来的好手，给你几个老不死，我看你怎么查账。到时候顾尚书怪罪下来，也是你自己无能。给我似摸鱼的老油子，是怕我查出猫腻吧？可惜你的算盘落空了。人留下，赵大人你慢走，我就不送了。沈都师，老朽老眼昏花，这查账的差事没找出一笔数目对不上的烂账，提成半钱碎银。查得多，赚得多，上不封顶。若是眼神不好，老朽这眼睛看远处的物件是有些模糊，但看这账本上的小楷，却是清楚的很。边走边说。二少爷，昨日您交代聚宝钱庄的事儿查着了。
有个戴斗笠的人进了宝钱庄，这人脚步盘极稳，落地无声，拿出1万两现银，换了半成定金的票证。看来是军中退下来的老卒。属下不敢跟太近，那人反查的意识极强。不过属下花了100两银子，买通了钱庄掌柜的徒弟，让他把那笔现银上包着的封条印记踏了一份下来。去云巅，这西域运来的葡萄酿涨价了，一坛要5两银子。父亲在兵部待过，认这个印。这可不是寻常的票据，这是大前朝发给阵亡将士家属的抚恤金专票封条。这印上的批号，是你大哥的那场大败的抚恤金。拿着死人的钱，买管活人的官，好得很呐。常远，牵扯到你大哥当年的案子，背后的人事势滔天，一旦查到云巅头上，咱们沈家死无葬身之地。云巅的规矩，接了单就得走完流程，拒单反而会打草惊蛇。不仅要做，还要做得漂亮。买方取货，卖方纸钱，交割地点5日后西市城隍庙后巷废井。之前云巅的规矩是双方不见面，你怎么主动改成了当面交割？但事情已经变了性质，现在该用我的规矩了。景和10年3月，马生才短缺200斤，差价30两。核准，老李头，半钱碎银，有时结账。好嘞。这4个老东西，让他们来混日子，倒查的比谁都卖力。沈都师，武库司的人手不够，这4个老吏你用了1天，也该还回去了。赵大人，这可由不得你。顾尚书亲自批的条子，说这4个人归河院司调遣。你扣着这堆陈账，到底想查什么？徐茂的事已经结了，皇城司也没有牵连兵部，你非要把水搅浑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我只核账不结案。赵大人若是心虚，趁早把短缺的银子补回国库，只要总账对得上，我绝不为难。哼！殿下的动作真快，徐茂进赵玉，瑞往那边跳脚了吧？老二这几天在父皇面前哭诉，说皇城司构陷户部官员，但证据确凿，他翻不了案。只是兵部那边断了线，皇城司没法往深里查。顾尚书压力也很大，我已经让4个老吏在扒了，不出5日，明细就能列出来。今日找殿下，是有另一桩买卖，有人通过云巅求购武选司7品都师一职。有什么新鲜的？新鲜的是定金，那1万两银子是太仓发出的抚恤金，批号是景和8年9月。那笔抚恤金可是本王拨出去的。武选司管着天下武将的党册，这人是要进去销毁当年克扣续的贱租。云巅接了单，5日后西市城隍庙后巷废井，买卖双方当面交割。你把这消息透给本王，想要什么？殿下这话见外了。作为平台，保护客户隐私是第一要务，但遇到这种动摇国本的大案，总得协助官府办案不是？冠冕堂皇，这小子是扛不住，把烫手山芋往本王这儿扔。 5日后，本王会让皇城司的人把城隍庙围成铁桶，一只苍蝇也飞不出去。别为太紧，对方警惕性极高，反侦查手段一流，得让他们把地契和银票交到手上，再抓现行。你就不怕刀剑无眼，波及你那云巅？所以交易地点定在城隍庙，离我那铺子隔着2条街，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。风险转移的工作结束了。二少爷。 苏大将军府派人送来的，说是苏小姐交代的。这是在提醒我最近小心点。咱们这位安保顾问还挺有契约精神。去账房支50两银子，给苏府送刀的小厮打赏。沈都师，武库司的陈账底子全在这儿了，总计亏损白银16万4千两。拿钱走人。这几天在柴房里干了什么？烂在肚子里。算清了，16万4千两，粮系都在这儿，可以请赵启明去皇城司喝茶了。请不了了，昨夜赵启明在家里悬梁自尽，留了封遗书，说自己一时糊涂，以死谢罪。竟然直接物理销账！遗书里提了同党吗？哼，全揽在自己身上了。线索断了，这账册就成了死账。 他们以为死个人就能平账，老夫这就进宫，账本你收好。赵启明死了，武库司不能群龙无首，老夫保举你暂代武库司主事，先把那一摊子烂事接过来。别，我只管核验，不管执行。
这黑锅我不背。哼，赵启明只是个弃子，能让他心甘情愿去死的人，手里捏的牌比兵部还大。今晚城隍庙的交易，估计也会有波折。帝姬和关平在这儿。动手！没能留下活口，交易的二人背景做过手脚，皇城寺扑了个空。对手是懂项目疯狂的，启动了销毁程序。这说明那笔1万两的买官钱牵扯的人位高权重，绝不允许留下一丝痕迹。线索断了，买官的人抓不到，探没抚恤金的旧案又成了一潭死水。没断，交易失败。按照云巅的平台协议，这笔买卖没有达成闭环。买官的1万两银子还存在聚宝钱庄，什么意思？钱在钱庄里，人都死了，这钱谁也取不出来，有何用？大用！殿下，聚宝钱庄的东家是谁？背后的东家错综复杂，明面上是个徽商，实际上好几道国公府和侯门都在里面投了暗股。钱庄做的是流转的买卖，最怕的就是资金池被锁死。明日发一道户部行文，勒令京城所有钱庄停业盘查，冻结账面。这样一来，钱庄的东家为了生意，自己就会把背后的人咬出来。可若是钱庄掌柜死咬着不让检查，皇城寺强冲，会引起西市商贾哗变。不需要强冲，文书一出，储户必慌，一定会拿着存片去提现。钱庄被封拿不出钱，那时候钱庄为了自证明白，会请你们去调查。好，明日卯时，户部横纹会贴满9门，这盘棋，本王陪你下到底。你护好半成定金的票证，那是最后收网的绳索。殿下慢走。少爷，全封了，西市乱成一锅粥，聚宝钱庄的门槛快被突现的商户踩平了。资金池一冻结，这些把身家全投在钱庄放印子钱的权贵，比谁都难受。户部那边怎么说？放了话，谁家钱庄能主动交出那笔带太堂皮号的赃银，证明清白，立马解封。老族死了，死无对证，没有那张存票，钱庄的账对不上。他们想解封，只剩一条路，来找我们云巅。卢叔宝，整理好目前的账目。武库司那边不用催了，赵启明死了，这账成了孤本。是孤本，也是催命符。赵郎中一死，线索全断，上面反而觉得咱们多事，这差事做成死局了。16万两的亏空，赵启明一个人吞不下，大头流向了别处。只要钱在大钱朝的盘子里转，就能到缝隙。沈都事，尚书大人有请。户部封了12家钱庄，你的手笔。尚书大人高估下官，下官户部大门都进不去，哪有能耐指使户部封查？这是端王殿下体察民情，雷霆出击。哼，少拿端王当挡箭牌。这笔赃银涉及你大哥战死的案子，查账是幌子，你一开始就盯上了这件事。下官只是在云巅做生意，偶然截获情报，有人买卖5选司7品官缺，把手伸进5选司，这是想洗档案。交易定在昨夜，最后2名经手人全被灭口，钱存进聚宝钱庄，线索断了。下官只能请端王殿下出手，砸烂池子。钱庄东家为自保，一定会查清银子来路。狗咬狗，钱庄水深，逼急了会反咬。在商言商，只要他们急于解套，这笔生意就得按云伦的规矩来。尚书大人，出大事了！身为朝廷命官，成何体统？南城大营反了！今早发运的3000斤生铁和8万张皮革被营里将领扣下，说皮甲一撕就裂，生铁脆如薄冰，全是西市收来的废品。士卒要兵部给个说法，带头闹事的是苏大将军留京督军的副将韩兄。沈长渊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？昨日送来的单子流程合规，货不对版，那是验货人和供货商的问题。放屁！那是你盖的红印。如今营里闹起来了，你这核验专员倒想摘得干干净净。哼，采购质检都是你们武库司，最后交货出问题，我一个算账的也得背锅。要不你们贪的银子分我一半？哼，兵部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，给我滚出去！别演了，你早知道那批货有问题，闭着眼睛盖印，就是要让这批烂货发到南城大营，让韩萧闹事。瞒不过尚书大人，
兵部的亏空，户部的抚恤金，两边都缺一个能把天捅破的引子。韩萧闹事就是这个引子。韩萧是苏大将军刘京的嫡系，带兵哗变，这是杀头的罪过。你把苏家拖下水当枪使，这不叫拖下水，这叫赋予苦主申诉的正当权利。赵启明认了所有罪责自杀，黄承思想继续查案，名不正言不顺。可现在军方作为受害者要求彻查后勤补给，这下黄承思进兵部查验实务，谁敢说半个不字？韩萧是个武夫，火气一上来真带兵冲了兵部大门，你我都得死在这儿。闹事讲究策略，他现在缺个军师，下官正好合适。这是兵部特使令，给我把火压在南城大营里，烧出营门一步，老夫先拿你祭旗。去南城大营。二少爷，那边正在闹兵变，兵马司的人把街都封了。放心，出不了乱子。兵部终于来人了，再拖半个时辰，里头那帮爷真要先迎仗了。兵部那帮杂碎，拿这种破烂军械糊弄我们，真当我镇北军是泥捏的？沈都师，你倒是有种，把这堆破烂送过来，还敢单枪匹翼来南城大营？韩将军好大的火气！苏将军在前线拼命，你们在后方捞黑心钱，真以为我不敢砍你？这是苏大小姐送的防身兵器，将军要砍，用这个，削铁如陶，比你们手里那些残次品好用。这是小姐的贴身佩刀，既然是自己人，那你来干什么？来教你怎么闹事。你现在这叫哗变，按大前律，带头者斩立决。将军想为了武库司那帮贪官搭上自己的脑袋吗？可老子咽不下这口气。没让你咽，但得换个文雅点的词，这叫实物复测请求。什么意思？将军把这些残次品装上10辆大车，不要带刀枪，所有士卒卸甲，敲锣打鼓，一路运到玄武门外，就说发现新调鳖军械存有严重质量缺陷，为了不误军机，恳请黄承思、工部、户部3司会斩，联合质检。你图什么？你把兵部的底交了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我查出了武库司16万两的亏空，但经手的嫌犯昨晚悬梁自尽，把线索掐断了，只靠数字定不了案，得有实物佐证。将军今日这把火烧得恰逢其时。好，传令，全营卸甲，把这些破烂全给我装车，敲响震天鼓，去玄武门讲理。将军，记住了，到了玄武门，只字不提何彦司的单据，就死咬是质量问题。放心，这套老子熟。百姓们都来看看呐，朝中奸臣克扣物资，这皮甲，这武器，都脆得跟纸一样，让我们这些为国征战的士卒都寒透了心。尚书大人，玄武门外集结了好多士卒，要讨个说法。没想到沈长渊这小子真办成了。快备轿，老夫要去玄武门亲自审议这批坑害将士的蛀虫。端王冻结资金池，逼幕后金府现身，军方施压食物复遣，切断退路。顾松林坐镇中军，调配资源，三方制衡机构已成。接下来就看城隍庙那个漏网之鱼能从这铁桶阵里挤出什么底牌了。门外几村的商户把街都堵了，户部的封条贴得死死的。那笔1万两的烂账平掉了吗？回东家，昨夜城隍庙交易出了岔子，买方和买方全死在巷子里了，没有存票，这笔钱就只能在账上挂着。那张存票现在在谁手里？查过了，买卖信息是通过西市那家新开的云巅会所搭的线，那张半成定金的存票锁在云巅的暗盘匣子里。派人去买，不管花多少银子，把票买回来。若是那云巅不识相，下刀记得快些。客人到了。回少爷，楼下有个生面孔，指明要见你。看来是幕后之人坐不住了，让他上来吧。沈老板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我要买件东西。云巅只提供平台，不卖货。客官想要什么，写个条子投进匣子就行。我要买的就在这匣子里，10万两，换那买官的存票。客人怎的做赔本的买卖？钱庄被封了，你花10万两买张废纸，图什么？沈老板是个聪明人，何必揣着明白装糊涂？这钱若是被翻出来，死的人就不止昨夜城隍庙那2个了。规矩就是规矩，信封一旦投进去，除了买卖双方同时到场核验，谁也拿不走。云巅若是坏了这条规矩，
以后谁还敢把身家性命挂在我这儿？10万两换个砸招牌的买卖，我不干。沈长渊，这票据你若不给，明年的今天，永平侯府的坟头草得有3尺高。这不是钱老板吗？我记得你5年前还在瑞王府当管家，后来才出去打理外头的产业。老二这手笔挺阔绰，为了买一张纸，连10万两都舍得往外掏。端王殿下，草民只是受人指使。受谁指使？去皇城司大牢里跟提军说去吧。端王殿下，草民这条命您拿去便是，但有的烂账，您永远也查不到底。老二调教出来的狗倒是忠心。见势不妙，果断服毒，连个开口的机会都不给本王留。西域进口的羊绒毯就这么糟蹋了。人虽然死了，线索断了一半，但好在留下了这10万两买命的钱，按律充公。殿下别急，幕后之人出手了，平台保留的证据现移交官府。不过，我这西域进口的羊绒毯和刚打过油的乌竹泥板全报废了，这些损失也得报销。哼，贪财的兔崽子，还敢向本王的钱袋子伸手？这笔钱从这10万两里扣。殿下今夜还要去大理寺？当然，三司会审目前只处理了些小角色，本王得用这张存庙给老二泼泼脏水。主子，钱老板折在云巅了，存票落到了端王手里。知道了。主子，存票被拿走，聚宝钱庄那边户部就不会放手，金库保不住了，咱们这步棋走得太亏了。亏？10万两银子，外加一条不怎么听话的奴才，换来什么？钱老板以前在瑞王府当了5年管家，他跑到云巅买证据，端王会作何想？端王会认定是瑞王贪墨了景和8年的15万两抚恤金。没错，端王这2天动静闹得太大，朝野上下怨声载道，他需要一个理由向皇上交差。只要端王带着存票去玄武门进行三司会诊，瑞王就坐实了这罪名。那聚宝钱庄的金库舍了，等风头过去，重开个票号便是。只是有个变数，那个沈长渊，这几日兵部闹出的风波，全是此人在背后推波助澜。主子，此人未必不会顺藤摸瓜，查到咱们头上，要不要趁早除掉？不急，他在明，咱们在暗。端王和瑞王去玄武门打生打死，咱们坐山观虎斗，顺便派个生面可去云巅，投点有趣的买卖。各司主事现在都不敢乱盖章，我们的审计流程完全停滞。让他们卡着，等上头杀完人，换了新主事，熟悉流程就好了。二少爷，苏大小姐派人来传话，讲。大小姐说，她今晚带个贵客去云巅捧场，让您留个包厢。能让苏清月亲自陪着来的贵客，分量不会轻。把天字2号房留着。大前朝的官场经过这轮大洗牌，留下一地鸡毛。我这核验专员的权力也会在这种混乱中迎来扩张。至于瑞王和端王怎么狗咬狗，不好意思，与我无关。沈都事，这位是我二叔苏定远。苏二爷赏光，云巅蓬荜生辉。韩萧在玄武门那一出手法虽脏了点，但很管用。兵部那帮吸血的耗子被一窝端，镇北军上下欠你个人情。下官只是依律办事，盖了个核验的红印而已，谈不上谁欠谁。清月退婚那日回来说你变了个人，我当他是寻了个借口掩饰。如今看来，这退的是草率了些。你这等心智，配得上苏家？退婚书已经画押，概不补办。二爷今夜亲临，总不会是为了来找下官叙旧的。武库司主事换了人，南城大营缺的生铁和皮甲，新主事怕重蹈覆辙，不敢批签。二爷的意思是，让下官去武库司和户部走动走动，把这笔款子催下来。你是何任川原，你手里的红印就是通行证，只要你给出个合规的法子，兵部和户部都没理由卡着。法子有，大前朝历来的军需都是武库司指派皇商采买，里头的油水太大，质量自然把控不住。怎么改？招标。云巅会所出面办一场军需采购会，
把京城里有资质的铁装皮货行全请过来，质量过关的价低者直接定标。这样一来，武库司不用担责，户部省了银子，镇北军拿了兵器，三方共赢。云巅在里头充当什么角色？平台方兼质检担保人，这套流程的策划与场地提供，云天抽取总交易额的半成作为服务费。另外，凡是在云天中世标商主下关的红叶，当天落绰，绝不卡单。半成是务费，这胃口可比武库司的贪官大多了。贪官拿钱不办事，云巅拿钱保的是镇北军的将士在战场上能多活几个人。这笔品牌物价，二爷觉得亏吗？好，明日我会让韩萧列个采买清单送过来，这是苏家承你的情。你这云巅的半成可不好拿，这批军备若有什么差池，韩萧的刀肯定会落在你脑袋上。风浪越大雨越贵，下官晓得。退婚的事，我欠你个道歉。苏小姐客气。二少爷，刚才底下大堂里来了个生面孔，在暗盒里塞了这个进去。求个我大哥的镇王铺档此人知晓内幕，他不是来买情报的，是来投石问路的。买卖双方均未核验身份，交易条件不满足，这单作废。这张单子是来买底屑的，他不知道我们查到了哪一步，所以他不直接来杀你，只把筹码扔在这儿，等你亲自翻开。一旦动了，咱们就危险了。我知道。那要怎么回他？不回。他现在躲在暗处，等着我露出破绽。我回一个字，就是告诉他我在追。我不动，他反而会焦虑。新上任的武库司主事，连半斤灯草的签批都压了3天，衙门废了。旧体系崩溃，新系统才有上线的空间。武库司压单子，南城大营等军械，这叫人为制造供需矛盾。写份投标章程，地点定在西市云巅会所，规则简单点，当着韩萧的面，铁定砸，皮夹砍，哪家货好定哪家。衙门采买历来是户部拨钱，武库司指派皇商，咱们越权指定供货上，坏了规矩。没指定，广撒网，让商贾们互相压价，这是给兵部省钱。你算算能把虚高的军需成本砍掉几成？保守估计成本能降4成半，以3000斤石铁为例，能省下2400两白银。给朝廷省钱，给将士续命，顺便我再赚点小钱，写章程吧。另外，帮我调一份旧档出来。景和8年9月，北县左路先锋营，阵亡人员及抚恤金揭发全卷。大人，这违规了。借院而已。有人出3万两买这份档案，我得看看这只是写了什么天大的漏洞，值这个价。库房重地，钥匙在管事腰上挂着，强行开锁，明日提起就得来拿人。不强开，偷梁换柱。管事每日午时3刻要去前院茅房，来回1炷香。这时间够把卷宗夹在2本废账里带出来了。那我试试看。兵额3000，阵亡2972人。但是却只有314人的抚恤被领走了，剩余2000多士卒家中无侵权，依大前军律，抚恤拨还兵士原址州府衙门，交由地方代建忠烈祠。这3个地方肯定连块忠烈祠的砖头都找不着，钱进去了，州府衙门再跟户部走个虚账平调，神不知鬼不觉。看完了，咱们什么时候放回去？哼，若放回去，迟早被人一把火烧了。既然有人要买，那就卖给他们。咱这么干，这案子成死局了。卖原档那是败家子儿干的事儿，咱们做商人的讲究个产品定制化加工，伪造一份，7分真3分假。你临摹功夫好，把前面的阵亡名单照抄，后面户部的交批注改几个字，把代州、益州、平江府换成青州、宿州。二少爷，老奴多嘴问一句，咱假党送出去，瑞王殿下的罪名可就压实了。可当年贪墨那笔抚恤金的，未必就是瑞王。评书看得准，钱老板就是一颗弃子，他的作用不是在云巅买走存票，而是死在端王面前。他一死，瑞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真正的幕后推手，要的就是端王和瑞王互咬，他在旁边看戏。那二少爷为什么还要把这假档送出去？假档上写的可是青州和宿州，那是瑞王的地盘，让瑞王背锅，这不就等于帮了幕后那个人一把？那个幕后黑手
看到甲档上写的是青州和宿州，就会以为我查到的线索全是错的，以为我根本没摸到他的边。他安全了，就不会急着灭我的口，我才有时间把他揪出来。那今夜来拿货的人，不管来的是谁，都是替幕后那个人跑腿的。把货给他，收好3万两。至于他拿了货之后交给谁，不关我们的事，我们只是平台。不对劲，怎么会是青州和宿州？验完货了。你是谁？云巅的规矩，货款2清，这笔买卖到此为止。好一个云巅，好一个沈长渊。东西我收下了，替我给沈老板带句话，这京城要起风了。暗哨没有回应，出事了。2个暗哨，一眨眼功夫就没了。对方不是一个人来交易，他带了后手。是我们低估了对方，能花3万两买一份旧档案的人，身边不可能没有顶尖高手。你能全身而退，就是赚了。他把货拿走了，短时间内不会再露面。青州和宿州的差错够他猜疑好久了。他如果不信呢？如果查出来青州和宿州的知府根本没有经手过这笔钱，不就知道上当了？就算他知道青州和宿州是假的，他敢去查吗？端王正愁找不到新的突破口，他敢动，就是自己送上门。去吧，这几日加强云巅周边的布防。是。苏二爷的军需招投标是大买卖，不能让人钻了空子。有刺客！二少爷，府中遇袭，一共5个装备精良的刺客没留下活口，你没事吧？杀手没有用火油，反而用弓弩，这说明他们不是来杀我的，而是来抓我的。会是谁干的？目前信息太少，只知道这些刺客身上的装备造价不菲，幕后之人财力雄厚。你有什么发现吗？有，其中一个刺客衣领锋线里找到了这个，像是木屑，可味道不对。这是海水的味道。贾师，你立刻去顾府，把今夜的事原本告知顾尚书，跟他说，我需要兵部的授权，查阅大前和立国以来所有与海运、船匠、铜油相关的采买档案。是。二少爷，我们要不要报官？幕后黑手出手了，机会难得，我们不仅不能报官，还得把水搅浑。给我把这5具尸体送到瑞王府后巷，是时候让京城乱起来了。瑞王府邸发现5名刺客的尸体。抛尸的动静很大，惊动了2个打更的。现在半个东城的官宦人家都知道了。钱老板死在云巅，是给本王看的。老二这是在示威。老二的意思是他不在乎脏水，也不怕本王拿这事做文章。他是在炫耀他的果决和实力。他疯了？不，他只是被逼到了墙角。殿下，那我们……既然他把戏台子搭好了，本王若是不上去唱一出，岂不是辜负了他这番心意？今日早朝，本王要亲自带队去瑞王府慰问，让他当着文武百官的面给全京城一个交代。什么？沈长渊被神秘组织刺杀了？他还要查阅所有与海运、船匠相关的档案。是，他说他要找到凶手的供应链和客户名单。他把尸体扔给瑞王，是为自己争取查案时间，但这也等于将自己彻底暴露在了那个神秘组织的视野之上。如果那个杀手组织真的和海运有关，备车，老夫要去一趟永平侯府。你玩得太大了。不大，浑水摸不到鱼。这是兵部督办令，
持此令，兵部所有库存档案任你查阅。尚书大人就不怕我把兵部给拆了？你拆的是烂木头，老夫自然给你递斧子，但你也要答应老夫一件事。大人请讲。无论你查到什么，背后牵扯到谁，老夫要活口。今日军需招标，别给兵部丢人，流程是你定的，出了岔子，老夫第一个拿你试问。昨晚全核对过了。记住你答应老夫的话。诸位掌柜，今日的采买规则很简单，这位是南城大营的韩萧将军，今日的质检官，你们的货好不好，他说了算。这位大人是财务监督，他们只负责付钱。至于我是平台方，我只负责制定规则和收取成交额半成的服务费。沈老板，这军需采买历来是我等皇商的业务，您今天把这些泥腿子出身的铁匠铺子也叫来，这坏了规矩。张老板说的对，规矩不能乱。所以，今日我们立个新规矩：今日所有样品由韩将军当场检验，质量过关者，价低者得。荒唐！我张继的铁是给宫里造陈设的，岂能和这些乡下土高炉里出来的东西一个家？那就用事实说话。张继铁桩，质量过关。下一下，李家铁铺，质量过关。我看这民间的铁也不差。第一轮质检结束，张继、李家铺、王氏铁行入围。现在开始报价。张继铁宅报价每斤44文，王氏铁行42文，李家铁铺最低报价35文。李家铁铺以35文每斤中标3000斤生铁，牛二皮行以1两4钱每张中标8000张牛皮。恭喜二位，半成的服务费还请二位先行结清，剩下的尾款3日内户部会直接打到二位的账上。他不是在玩弄权谋，他是在用一种全新又奇异的规则，粗暴地重塑整个京城的商业秩序。这不是权术，这是大事。也许这就是他常说的降维打击。老爷大恩大德，无以为报，受小老儿一拜。买卖是你自己压底价博来的，各取所需。我也收了钱，咱们谁也不欠谁的。尽早备料开工吧。是，老爷教育的是。沈都师，我这报告该怎么措辞最稳妥？就说端王殿下体恤边关，革新采布军备，省银4000两，这是殿下的功绩，功劳归你们户部。多谢沈都师提点。干得不错，铁是好铁。虎子营的弟兄认这批货。韩将军且慢，咱们断了那些皇商的财路，难保他不会狗急跳墙，在半道劫你的生铁。哼，借他们10个胆子，敢动军方的料，老子活劈了他们！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南城大营西侧不是有个废弃的群牧司马场，把场地清出来，让干活的人带着家伙舍整体搬进去，吃住全在营里，有军队守着，万无一失。我知道了。你把户部的政绩、兵部的流程、南城大营的军需质量全都考虑到了，这网结得很密。商业的本质是价值分配，所有参与者都觉得赚了，平台才能安全抽征。张大掌柜好大的火气，连我这暖阁里的地龙都压不住。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，那永平侯府的废物把咱的军需的单子抢了。兵部尚书顾松龄给他撑的腰，端王在背后收果子，想动那个沈长渊，难呐。难道就这么咽了这口气？我这买卖停了，这给您的孝敬可就没了来路。打铁得用炭，做皮得用好水。你去用我的人脉把他的火掐了，水断了，到时候交不出货，韩萧那把斩马刀可不留情。公公高见，小的这就去安排。找出来了，5年内账面物料流失，
火耗爆灾最多的是平江造船厂。也就是说，平江造船厂一直在有组织的截留物资、木材、桐油乃至造船的匠人。不止，15万两抚恤金案，接收银两进行属地交割的3个州府里，最核心的就是平江府。钱流向了那里，被克扣的造船物料也留在了那里。躲在暗处的老鼠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平江造船厂过去5年，账面上报备造了45艘海船，可是他们从户部和各地采买的材料足够造160艘，多出来的料去哪儿了？账面上说是损耗，遇到风灾、水灾，木料受潮发霉，桐油泄漏，还有船坞起火。5年时间，损耗了100多艘船的料。这平江造船厂是建在火山口上，还是建在龙王爷的饭桌上？这账做得太糙了。私藏了100多艘船，他们要造反吗？二少爷，云巅那边来事儿了。有人闹事？不是闹事，来了个客，他进门后直接去了天子1号房，说要见您。备车，去云巅。你继续算，这个月奖金翻倍。在下沈长渊，云巅的东家，不知贵客当门，有失远迎。你就是沈长渊，听说你这儿的规矩很大，本王白天来坏了你的规矩吧？王爷说笑了，规矩是定给外人的，王爷能来是云巅的福气。滑头，来，坐下聊。本王今天来不是来喝茶的，本王是来找你谈笔买卖。这买卖绝对没好事，王爷请讲。本王想在你这儿办个局，请几个人吃顿饭，包场。对，包场。今晚你这云巅，除了本王请的人，谁也不许进。王爷要包场没问题，不过包场费5000两。5000两？你抢钱啊！王爷包场，我得把已经定好位置的客人退掉，这损失的是云巅的信誉，信誉无价，5000两我还算您便宜了。好小子，难怪大皇子和二皇子被你当猴耍，你这算盘打得比户部那帮老东西还精。这老小子怎么什么都知道？王爷谬赞，在商言商，5000两，1分不能少。好，5000两就5000两，不过本王有个条件。您说。今晚的局，你得帮本王看清楚几个人的底细。人快到了，王爷放心，戏台子搭好了，就等角儿登场。王爷、二少爷，客到了。能让雍王爷亲自设宴，我等小小的行商真是受宠若惊。坐，曹帮主，多年不见，风采依旧啊。王爷还是老样子，就喜欢喝茶。老板，有酒吗？要最烈的那种。有。痛快，这才是人喝的东西。王爷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，您今天把我从平江府叫过来，不是为了喝这顿酒吧？长渊，给曹帮主介绍一下你这云巅的特色。曹帮主，云巅做的不是酒水生意，我们做的是平台。哼，装神弄鬼，不就是个拉皮条的吗？巧得很，最近我云巅拉到个买卖，要出一份几年前的兵部旧档。有意思。沈老板，你这生意做得挺野啊，连兵部的档案都敢拿出来卖。在商言商，只要价钱合适，龙椅我这儿都能给您预定一张。好，够狂！沈老板，你那个匣子里卖的是哪一年的旧档？景和8年9月，北县左路先锋营阵亡抚恤全卷。沈老板，你知不知道你卖的这份档案牵扯有多大？知道，所以才值3万两，不是吗？这京城里想买这份档案的人，怕是不止一家吧？我不知道，云巅的规矩只认信物，不认人。不过这笔买卖我只做3天，3天之后若是没人来取货，我就把这份档案交给皇城司，就当是为我大前朝的反腐大业尽一份绵薄之力。沈老板这是在逼我买呀，真是好手段。看来这京城里的水比平江府的海深多了。3万两太贵了，一份10几年前的陈年旧案不值这个价。贵吗？曹帮主，我这卖的不是纸，是命。3万两换自己的脑袋，这笔账怎么算都划算。
好，3万两，我买了。明日午时，会有人拿着这块牌子，带3万两银票来。我希望到时候能看到沈老板的诚意。当然，云巅的信誉远不止3万两。沈老板，年纪轻轻，手段了得，只是这京城风大，小心别闪了腰。王爷，这出戏您还满意吗？你不是在演戏，你是在玩火。你知道这曹锟是什么人吗？平江府船帮的帮主。不止，他是靖海侯的后裔。大前开国时，随太祖皇帝征战四方的18位异姓王侯之一。后来太祖削藩，靖海侯府被夺了爵位，举家迁往平江府，从此不问朝政。这曹锟就是靖海侯的后人，他不是什么船帮帮主，他是平江府那片法外之地的土皇皇。平江府找的就是他。王爷似乎对他们的底细了如指掌。本王年轻时曾在平江府待过2年，那里的天是灰色的，那里的水是红色的，官府的文书出不了衙门，朝廷的律法过不了渡口。在那里只有一种规矩，靖海侯的规矩。皇上当年削藩，只是夺了靖海侯的爵，没有收回他们的封地和私兵，因为平江府的水路是大前朝的钱袋子，而靖海侯府是唯一能镇住船帮和海寇的人。所以，他们贪墨军饷，私造战船，图什么？图自保。他们怕有一天朝廷会像对付其他异姓王一样，将他们连根拔起，所以他们需要一支能让他们在朝廷翻脸时有足够底气自保的力量。王爷把这些告诉我，是想让我知难而退。非也，你不是官场的人，也不按规矩出牌，他们看不懂你，所以他们会露出破绽。我是要你抓住他们的马脚。这活我接了，报酬就是王爷得给云巅投资1万两，算作1成股份，为云莲提供庇护。你这小子，什么时候都不忘算账。1万两给你，现在云莲有本王1成的股了。好，既然王爷现在是股东了，那我就得为股东的利益负责。这是我给您的第1份股东报告。你打算怎么做？明天我把那份假档案卖给他们，然后我会想办法把这份情报以及档案的部分内容泄露给瑞王。瑞王如果看到有人把州府改成他的地盘，他会疯了一样去查到底是谁在害的。然后我们就坐在这云巅之上，看他们咬得两败俱伤。王爷，您只需要做好一件事，保护好我这个核心资产的安全。在项目完成之前，我可不能坏账了。5430两，南城大营那批史帖和牛皮，扣除你云莲5%的抽成，户部10大使省下了这么多银子，这买卖做得漂亮。但你给本王惹的麻烦也不小。殿下指的是瑞王府墙头那5具尸体。老二今天早朝哭得声泪俱下，说本王为了争权，竟派死士深夜去他府上刺杀。你这手祸水东转，倒是让老二反咬了本王一口。死士身上带着海方位和桐油位，明摆着不是京城的人手，这账算不到殿下头上。人是平江府的，卢湛把平江造船厂的账算明白了。5年时间，他们至少结了构造160艘海船的材料。什么？160艘？这只是冰山一角。靖海侯的后人这些年在平江府织了一张很大的网。云巅的暗盘里，曹锟已经花3万两买走了一份旧档。5430两，南城大营那批史帖和牛皮，扣除你云莲5%的抽成，户部10大使省下了这么多银子，这买卖做得漂亮。但你给本王惹的麻烦也不小。殿下指的是瑞王府墙头那5具尸体。老二今天早朝哭得声泪俱下，说本王为了争权，竟派死士深夜去他府上刺杀。你这手祸水东转，倒是让老二反咬了本王一口。死士身上带着海方位和桐油位，明摆着不是京城的人手，这账算不到殿下头上。人是平江府的，卢湛把平江造船厂的账算明白了。5年时间，
他们至少劫了构造160艘海船的材料。什么？160艘？这只是冰山一角。靖海侯的后人这些年在平江府织了一张很大的网。云巅的暗盘里，曹锟已经花3万两买走了一份旧档。你卖给他什么了？一份足以让曹锟睡不着觉的账本附录。在那份旧档里，15万两抚恤金最终划拨的交割地，被我改成了青州和宿州。老二的地盘。曹锟既然是为了掩盖15万两的亏空才来京城，他拿到这份档案，第一反应会是什么？他会以为这笔钱当年被老二的人半路截了湖，现在还想反过来敲诈他。没错，曹锟是海上的鲨鱼，被咬了一口绝对会报复。而瑞王殿下这2天正因为府里那5具尸体窝火，这2方一旦接触，会打出狗脑子。老二珠子被靖海侯的人咬起来，本王也乐得叹息。戏好看，但也得有命看。张府断了南城大营的石炭和硝石，李家铁厂和牛二皮行已经停工3天了。韩潇是个只认死理的，10日后若是交不出货，他肯定会砍了你这个担保人的脑袋。事关重大，如果处理不好，别怪本王为了抽身拿你顶包。放心，我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用石炭炼铁，也没打算用硝石制革。不用石炭用什么？门头沟废弃的石灰窑里堆积如山的石灰石，还有沧州盐厂煮盐剩下来的没人要的苦乳。你拿烧房子用的石灰去炼铁，拿倒进海里咸脏的苦如去制皮甲，在高炉里掺入特定比例的石灰回作为溶剂，能将铁矿里的杂质全部剥落，炼出来的生铁不仅产量高，质量也更好。至于苦露，里面提炼出来的盐基比硝石效果好10倍，皮甲泡进去3天就能软化，韧性极佳，刀砍不透。更重要的是成本，石灰1车300文，苦露1车只要运费，原料免费。如果能成，省出来的钱你要分多少？我把炼铁和制皮的新流程写下来，往后大前朝所有官办铁厂和制皮坊用这法子省下来的成本，我要抽2成。你疯了！你抽2成？你真当这天下是你家的账房？风险与收益并存，我每往前走一步，都是在替兵部和户部挡刀。这抽成，买的是我的命，以及未来更多能颠覆你们认知的赚钱路子。好，本王答应。此风不可长呐。无妨，他只要真能弄出比皇上更好的铁，省下的8成也是填了国库。他既然有本事赚，本王就敢给。平江府的事，本王会在朝堂上继续给老二施压。你那边尽快把与铁和皮甲造出来，交给我。你心思太重，平江府水也太深。曹锟这次花3万两没买到真东西，一旦发现被耍了，他第一个杀的就是你。他第一个杀的恐怕不是我。曹锟买回去的假档案里写明了15万两抚恤金最终的去向是青州和宿州，他只会认定这是瑞王在黑吃黑。而瑞王殿下刚刚被人往院子里扔了5具带有平江府海风味的尸体，这2条恶犬碰了头，第一反应绝对不是坐下来核对账本，而是先咬断对方的喉咙。你心里有数就行。军需那边的麻烦，兵部只要结果。你那法子要是不行，10日后含箫拔刀，老夫绝不拦着。姓沈的在耍我们，没了石炭，军纪误了期。韩将军的脾气，咱们这110号人全得被当成细作给砍了。铁子，老子把营地腾出来给你们，不是让你们在这给老子哭丧的。韩将军，城里市面上石炭都买不到了，张记铁桩把路堵死了。老子不管谁堵的路，10日之期，按军法力斩不赦。这么大火气，容易伤肝。沈都师，你来的正好，没石炭，这戏怎么唱？
打开。这是石化石。把这石化杂碎砸碎，按10抽1的比例混在铁矿石里，直接下炉子烧。沈老板，你莫不是在消遣我？木柴火候不稳，一炉子料全得废了，这可是杀头的大罪。沈都市，户部给的钱是买精铁的，若是用这等市井偏方毁了军械，这亏空恐怕永平侯府填不上。王大人这是怕我砸了端王殿下的招牌，急着甩锅。本官只是秉公。少废话，这场招投标我是担导人，我说加就给我加。出了废铁，我沈长渊的脑袋让韩将军砍了当球踢，横竖都是一死。点火砸石头。其他人别闲着，沧州的苦乳明晚就到，按这上面的比例把苦乳兑水，生皮子放进去泡，不出3天，皮子软化成型，比张万福手里的老法快5倍。王大人，袖子里的批斗结子捂得太紧，上面的朱砂印都花了。沈都市说笑了，端王殿下对这批军需极为看重，本官自当尽心盯紧。盯紧是对的，不过大人得分清，你来这儿是为了帮端王抓一个替罪羊，还是为了帮户部省钱？若是省下银子，本官自然欣喜；可若是坏了事，端王原话，可别怪他不认识你。出将了！抡锤！淬火！韩将军，这铁按合同算过关了吗？35文1斤，这个质量你真弄出3000斤？只要木柴管够，产量比张万法那2口破炉子快3倍。成了，成了！沈都市大才，真乃大才呢！此法一出，大前军威必将震慑四海。本官这就回府，向端王殿下替都市请天大的首功。别急着高兴，这只是生铁。贾石，属下在。按我写给的方子，把皮子下水，记住了3天后皮革出货。谁要是把这院子里的流程泄露出去半个字，我剥了他的皮。东家出事儿了！慌什么？可是南城大营那边出殡了，是韩萧砍了李铁柱的脑袋，还是把沈长渊给抓了？大营那边封死了，探子进不去。但户部的王显大人刚刚带着几个亲卫进了端王府，听说什么？把舌头捋直了说。说沈长渊弄出了神仙铁，成本连咱们的1半都不到。不可能！没有石炭，他拿什么化铁？是石灰，但是咱们探子打听不到配方。快备车，我要去见徐公公。张大掌柜，皇商的牌子当年是咱家托人给你弄下来的，现在你把买卖搞砸了，石灰炼铁，端王验了货，这就成了国菜，户部不会再从你这里走1斤废铁的账。公公救我！那沈长渊就是个无赖，他有些歪门邪道。你真当端王和顾林深是瞎子？能过南大营韩帅那把刀的铁，那是真家伙。你拿不出更好的，就是个废物。内务府不养废物。公公且慢，我还有法子。我在平江府有人，平江府怒涛帮坤、曹帮主他们造船缺血，每年都要找我走私一批。沈长森那法子要是传出去，铁价崩盘，曹坤绝不会放过他。那就去联系曹坤，借他的刀把配方拿来，咱家只要结果。事成了，你还是皇商；事败了，你一家老小，内务府替你收尸。沈都市，在北县，因为兵器皮甲，枉死的士卒不计其数。今日这配方，算是救了虎子营几万人的命。将军客气，大家都是按规矩办事。可这等生财生铁的命脉，怎能交给王显那个只会拨算盘的酸儒？不如由我镇北军接手，绝对证万无一失。事情没那么简单。京城周围的料撑死够你们打3000斤铁，后面的石灰怎么挖，苦路怎么运，运费谁出？户部有银子能协调，军方有什么？停停，你这打算盘的动静太吵，
影响我看账。算出来了，炼铁原本花费是42万两白银，现在替换了新钦制，只需15万两，节省27万两。不过，王显今天下午去了户部库房，提了3000两现银，分批换成小面额的大通钱庄飞钱，派人送去了4个不同的府邸。收银子的是谁？一个库吏，2个主事，还有一个是工部掌管木料采买的员外王。流程合规，但银子去向不对。曹锟那边呢？属下查了，曹锟的手下今天去了外城的一家客栈。有趣的是，张记铁庄的掌柜张万福不久后也钻进了那家客栈。对上了，内务府的财路被我断了，他们要借曹锟的刀来弄我。加酒，去西市最好的棺材铺，订一口上好的楠木棺材送给张老板，顺便找几个嗓门大的小厮，今晚就在张万发的私宅门口转悠。你要杀张万发？我不杀他。曹锟拿到配方后，第一个要灭口的就是张万福这种知道的太多的白手套。我给他送口棺材，是提醒他，做生意别把宝搭在吃人不吐骨头的海寇身上。张老板，你们京城的官差太难伺候，要我替内务府干活，真当我的刀是不收钱的？帮主明鉴，要是放任沈长渊继续，镇北军得了京铁配方，这大前朝的水路旱路都没您的立足之地。这配方要是落到平江府手里，这天子豪放生都拉走。张老板，你出门前没看黄历，就在半个时辰前，你们张家大宅门口送去了一口楠木棺材，说是永平侯府二少爷特意定制的上好阴沉木。沈长渊这是在告诉我，他知道你在我这儿。你现在是个瘟神，谁沾谁倒霉。帮主，弄完洗干净点儿。东城的眼线回话了，张万福没回宅子，那口楠木棺材停在大门口半个时辰后，有人从暗巷里丢了个麻袋进去。武城兵马司的人去验看，张万福被抹了脖子，手法极其利落。海里吃肉的鱼动作都不慢。曹锟在示威？不，他在地头明状。杀张万发是内务府的意思，曹锟替徐公公办了脏活，就能顺理成章接手张记铁庄的生意线。二少爷，前门有个没留名的客送来一张字条，指明交到您手里。曹锟急了，家当案里的青州、宿州是瑞王的地盘，他花重金买回去，结果发现账目不对，现在回过头来找中介算账了。咱们去吗？去，买卖出了售后纠纷，平台不出面，砸的是云店的招牌。白云观在西山脚下，香客稀少，他们选在那儿方便动手。你带护院去不够看。谁说我要带护王？这种级别的聚会，得找有分量的人撑场面。瑞王府内5具尸体，皇城司查得怎样？没动静。武城兵马司接管，定性江湖仇杀，直接结案。那就把白云观的事儿跟瑞王说道说道，给他点线索。今天晚上把这封信送到瑞王府邸，记得派场面孔。出门去趟兵部，南城大营的石铁这几天结算尾款，银子入账，咱们侯府得在城外置办点实业。银子的事儿自己拿主意，你大哥的事儿有眉目没？网撒下去了，等于在水底咬钩。京城这水还得再搅浑些，藏在泥里的王八憋不住会浮头。父亲这些天在府里安心住着，少见客，尤其是那些平时攀关系的远亲。全听你的。你折腾出来的动静不小。张万福死了，曹锟接了内务府的暗线，江南水路的盐铁走私往后归平江府自己管了，这是好事，没有中间商做缓冲。曹锟想做买卖，得直接面对户部和兵部的盘查。端王今日早朝递了折子，保举你进户部，老夫替你推了。大前朝没有官员两头吃的规矩，端王想把你绑死在户部，你拿了那个缺，兵部的账还查不查？你大哥的事还管不管？尚书大人推得好，户部的官俸才几个钱，不如我在兵部当差输他。少在老夫面前装傻，端王给的不是那点俸禄，
是兵沪两部军需交接的通行证，他要的是南城大营的绝对掌控权。所以我只能当个敲边鼓的散仙。南大营的产线，军方含笑盯着实务，户部盯着账本，兵部负责调拨，三足鼎立，缺一脚得塌。我若真兼了户部的差，平衡破了，北边那10万镇北军头一个饶不了我。对了，尚书大人，平江府的烂账，卢禅算出了底儿，这雷该到了引爆的火候。您这兵部大印，得借我盖个文书。什么文书？查封平江造船厂在京城的3个常驻采办处。曹锟这头海狼正在气头上，你现在去拔他的逆鳞，不激他，怕他怎么发疯？瑞王那边已经被我喂了料，曹锟越疯，这出黑吃剑才越有看头。顾松林那老倔牛，把本王举荐你的折子给驳了，说是兵部离不开你这把神算盘。顾尚书这是替殿下分忧，军需这种吃人的买卖，还是得各管一堂，互相盯着才稳妥。你倒是把各路心思摸得透彻。行，官你不做，事儿办漂亮就行。殿下放心，只是有个小麻烦，得劳烦殿下搭把手。工部调去的木柴不好用，正巧城南有3个大木行，囤了5个仓库的上等木料。哼，你想拿本王当枪使去动平江府的产业？殿下不是正想卡总平江府造战船的命脉吗？兵部已经起草了文书，明日去查封买办处，追查他们历年以次充好的亏空。木行查封后，里面的木料充公，直接拉去南陈大营炼铁。炼出来的金刚，户部照样走账结款，国库白赚一笔上等木料。这种无本万利的买卖，殿下不心动？查封可以，但户部不顶在前面。顾青林既然敢驳本王的折子，这恶人就得让他兵部先做。等兵部把门封了，木头拉进军营，户部的账房再去跟进核算罚没款项。一言为定。都给我住手！这库里的料是平江造船厂订了3年的船材，你们兵部管天管地，还管到我木行的库房里来了。这种品级的料子，市面上1根能换30斤米。王掌柜，你这库里囤了多少？管你什么事！平江造船厂过去5年在兵部报了12艘海船的损耗，折损补偿银共计6万7千两。现在账查实了，船没造，料全囤在你这里。这批木材依法罚没充公，王掌柜要是有异议，可以去刑部递状子。你这是明抢！这可不是明抢，是依法追缴。贾石，带人装车，天黑前所有木材拉进南城大营，过秤入库。得令。帮主，广元木行被查封了，那个沈长元亲自带的人，把5间库房里的好木全给搬空了。他拉木头干什么去？拉去南城大营了。探子回报说，全都填进了炼铁的破高炉里当柴火烧了。2万多两的上好造船木啊，当成劈柴烧。帮主，带弟兄们去把营地端了吧，这口恶气咽不下去。让底下的弟兄按兵不动。他算准了我们不敢动，这是在激我们将事情闹大，好借机对平江府开刀。木头没了就没了，15万两军饷的去处才是要我们命的根子。麦家今日午后在白云观见。不管白云观里等着的是什么神仙，给我把人活捉回去。那我多带几个好手，连弩也备上。去准备吧，货真价正最好。要是个套子，就把西山染红。王爷，这字条来历不明，那张万福刚死，就有人指证是平江府干的。15万两的旧账，更是天方夜谭。会不会是端王设的陷阱？是不是陷阱？去看了就知道。平江府这些年拿着国库的钱养寇自重，那5具死士尸体上的海腥味，真当本王闻不出来？这曹锟跑到京城来杀人灭口，还把尸体往我府上扔，这笔账本王若是忍了，以后在6部面前还怎么抬头？去把府里的影卫全调出来，去白云观，不用留活口，抓不到就地格杀，务必把账本和曹锟的人头带回来。是。瑞王要是死在白云观，端王怎么跟皇上交代？端王巴不得他死，但瑞王是个惜命的，他不会亲自去，死的都是替死鬼。
瑞王和曹坤要是在白云观对不上账，反应过来是被你耍了，你打算怎么收场？他们带去的都是刀子和死士，连算盘都不会用，还对账。二少爷，西山那边打起来了，动静多大？很大，动了军弩，白云观后院的几排禅房全塌了。平江府的死士在京城动用管制兵器，这是直接把谋逆的罪名坐实了。瑞王的影卫碰上这群滚刀肉，怕是连全尸都拼不起。不可无礼！苏大小姐，你大晚上的不巡街，怎的来我这儿消遣？白云观的事儿是你干的。我只负责算账，动刀的事这屋里没人会干。喝口水。兵马司的差事不好当吧？白云观血流成河，要不是我带了虎子营的人去接管防务，武城兵马司那帮废物连收尸的胆子都没有。辛苦，兵马司不用出力就能把两股黑恶势力一锅端。今年吏部的考评，苏大小姐记手工。你把这京城当成你的棋盘了，用2张条子让瑞王和平江府的人咬在一起，你就不怕他们回过味儿来，联手把你永平侯府拆了？他们回不过味儿，因为他们手里都沾了对方的血。我帮大钱除掉吃里扒外的军怒，苏大小姐不夸我替行道，反倒来兴师问罪，这说不通。韩萧送去北县的金铁和皮甲，大将军很满意。你现在死了会很麻烦。大将军传信回来，说这批军需若是能全部列装镇北军，北县伤亡能降30%。30%伤亡，那就是几万条人命。苏家欠我一个天大的人情。人情苏家认，但这门买卖你想一家独大，不可能。户部的王显这几天一直在跟工部接触，端王想借着这批军需，把手伸进兵马调拨的流程里。苏家不会让户部捏死镇北军的脖子。所以呢？二爷的意思是让镇北军派入驻南城大营，这技术必捏在军方手里。老卢，告诉苏大小姐，这几天南城大营拉进去的石灰和苦路，总计花了多少钱？360两，外加今天从广元木行强征来的2万多两木材，这部分是查封赃物，没花钱。听见没？做买卖得有本钱。你们军方派几个人过去就想空手套白狼，哪有这么好的事儿？这钱苏家出，不是钱的事，是斥衡。我把配方交给端王，是因为户部能调动全大钱的资源。你们军方要是独吞，明天督察院的御史就能参苏大将军一本拥兵自重私造军械。二少爷，白云界那边有消息了，瑞王的影卫折了13个，曹坤没死，他带着手下往南边去了。我这就带兵把通州水路封了。封不住的。曹坤在通州经营了10几年，底下船帮的人数以万计，你带几百个兵米司的人过去，连个水花都砸不出来。那就这么眼睁睁看他回去？他回不去。曹坤这一趟来京城，张记铁庄这条线断了，广元木行的家底被我抄了，他只拿回去一份假档案，办砸了这么大的差事，还得罪了瑞王，平江府的权贵不会放过他。平江府既然不会留他，他为什么要逃？因为怕死。曹坤这种人，好日子过久了，总觉得手里有刀就能翻盘。我调一队虎子营的精锐，把云巅和你侯府的这条街围了。曹坤如果真的狗急跳墙，第一个找的一定是你。围街？苏大小姐，兵马师围了西市，我这云巅的生意还做不做了？那些权贵看到这兵马乱的，谁还敢来送钱？你的命只有一条，你要钱不要命吗？所以才要更隐蔽的保护。虎子营的人不能穿军方，换上粗布短打，以码头立功的名义散在西市的几条巷子里。云巅每天包他们2顿饭，每人每天再补50文钱，这叫外包安保，不走兵部的账。沈长渊，你怎么会觉得只要把算清楚账，就谁也不欠谁的？账算不清才会出人命。如果当年户部和兵部把账算清了，我大哥和3000将士的安家费就不会流到平江府。苏家欠你的不止这一个配方，当初退婚是我冲动。退婚是好事，真要成了苏家的女婿，我在兵部的位置一天都坐不稳。当个清白的生意人，比当权贵的附庸舒坦多了。端王答应的2成技术红利，已经换成现银和飞批，送到了侯府后院。多少？6400两，这只是头款。往后只要南城大营的高炉不断火，每个月稳定有进项。给虎子营兄弟的外包安保费
从这笔钱里出。另外，大营那边的苦路和废石灰，运费成本还要压一压，让苏二爷把空着的运粮车队顺路调几百辆过来，承包我们的物流。镇北军是你家开的镖局吗？反正车空着也是空着，运费我照付，1趟300文，全当给前线将士贴补伙食了。我回去跟二爷说，虎子营的暗桩明早卯时前会铺在西市，你自己小心。白云观的案子被定性为外地流寇在京郊火并，没提平江府，也没提瑞王。意料之中，端王不想跟瑞王直接在明面上撕破脸，免得皇上觉得他吃相太难堪。案子能压，但人压不住。你算漏了一件事，曹锟没走水路下江南，不仅曹锟没在，连平江府驻扎在码头的几十条快船也全都不见了。他如果不走，几百个吃海上饭的壮汉吃什么？住哪里？人在南城大营附近的几座废弃石炭矿，一共200多号暴徒，拿着强弓硬弩，把守了所有出山的要道。他们要袭击南城大营，他们是冲着你的炼铁作坊去的。这头海狼眼光倒是毒得很。这曹锟8成是要装成流寇夜袭，抢走炼铁作坊的配方。老卢，属下在。给我把第2期新打出来的铁锭改成3轮军刺。既然这帮海里的狼想上岸抢食，那我就给他们放血。3棱军刺，大前的兵器谱上没这东西。很快就会有了。这东西只主刺杀，3面血槽，刺伤敌人后，伤口无法闭合，血会一直流到肝。端王府那边派人送了50桶猛火油支援南城大营，走的是工部的账。这端王真是一毛不拔，猛火油从工部调来，赢了他端王运筹帷幄，输了火油是工部调的，跟户部没有半点关系。那这火油我们收不收？白送的为什么不收？不仅要收，还要把运费记在户部的账上，月底分红的时候从他的钱里扣。沈都师，这玩意儿没有刃，怎么杀敌？将军一试便知。韩将军，这玩意儿配给虎子营的近战步毒，对付胡人的重甲骑兵，好使吗？图纸给我，我要让大营里所有的铁匠今晚全打这个。拿去打吧，今晚就能用上。曹锟的人天黑就会摸过来。他敢来，老子让他有来无回！我这就去点齐2000虎子营。不用2000人，200个亡命族，不用大军压阵，难道靠这几10个铁匠去拼命？曹锟要抢配方，就必须活捉我或者李铁柱，把外围的巨马撤掉一半，放他们进来。你要引军入兀，但作坊周边地势平坦，根本没有伏击的掩体。不需要掩体，把端王送来的50桶猛火油，混着苦鲁石灰，全埋在土壳子下面。什么意思？石灰遇水会沸腾，猛火油遇明火会炸，苦乳挥发出来的毒气吸进去2口，肺就烂了。等他们踩进那片雷区，韩将军只需要让人在四周放一轮带火的响箭，这是成本最低的战斗方式。抓住那个姓沈的和那个打铁的，拿到配方，咱们直接走汉路下青州。王爷，二少爷不在。本王知道他不在，可今晚城外那么大的动静，本王总得看看，这位沈老板究竟得怎么圆场。王爷说笑了，云巅只做生意，不掺和打打杀杀。不用和本王兜圈子，我只是要提醒你们少爷一句，请王爷赐教。你们在城外闹腰皮子，真当龙椅上坐着的那位是泥菩萨？帮主，防线空了，他们把人全收缩到作坊边上了。你带50个弟兄先摸过去，我带剩下的人在后面压阵。记住，一旦情况有变，立刻撤。放箭。
撤退！这就完了？没完，曹钦没进来，这只是一部分探路的。我带人去追。你们先再追上去，在黑夜里遇到连弩伏击，伤亡算谁的？那就放他走。他走不掉。曹锟是个聪明人，他既然看清了这边的底牌，就知道配方抢不到了。他现在唯一的活路就是回去找那个能保他命的人。找谁？找他的主人，那个贪墨抚恤金的幕后黑手。黄承思，陛下有旨，平江府造船厂10年烂账，今夜结清，一个不留。没找到曹锟，这头海浪滑溜得很，这些只是探路的炮灰，他当然不在里面。半个时辰前，兵马司的人在城外十里坡的岔路口收尸，黄承思昨晚动手了。黄承思，那是宫里那位手里最快的刀。看来是皇上借着我这丝东风，顺手把平江府在京城的这股暗桩连根拔了。那曹锟死了没？黄承思办事没有活口。回城，我还有一笔账要好好算一算。沈老板这买卖做得大呀，不仅坑了瑞王的人，连皇上的刀你都敢借用。说曹昌是瑞王的人，我看不见得。一个被端王咬着的王爷，可没本事调动内务府、工部和平江府的3条暗线。广元木行的私账，张记铁镖的私流水，平江府在京城的暗桩开销，所有的资金流向，最后都汇进了雍王府。王爷，人能说谎，账不会。曹锟背后的主子不是瑞王，是你。王爷这盘棋下了10年，而我只用了3个月就把你在京城的后手拆了个干净。可这事没完，平江府的这条线我不会放，我大哥的账得跟你好好算一算。你查的比本王预想的快了太多，本王还没来得及收网，你已经把网里的鱼全捞走了。可就算如此，我平江府的账也不是你想算就能算的。那我们拭目以待。